OK， 来，那我们现在从刚刚的卢森堡这个小公国，这个是一个国家哦，这个国家离开了，然进入了金马基条隧道是荷兰哦，我们进入了荷兰哦。这一次我们的英荷比卢德啊，英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德国。那现在我们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非常隐秘的一个村庄，叫做白村。在荷兰南边靠近比利时有一个小镇叫做白村索恩，靠近了马垂斯克。我们在这一趟的旅程呢，特别安排了一些比较市场上很少走到的地方。荷兰有家古水的三个村庄，红村、白村、绿村哦。这古水的名，好不容易你到荷兰，当然会经机动这个村庄来看嘛哦。其实这个所在市中心是白色的，外围的城墙呢，跟一般湿地的厝呢。差不多，但是你一进到了这个市中心呢，它就全部砌成了白色的房子，充满了隐秘的感觉，相当的引人入胜了。当然哈，我们在这个时间来的时候呢，其实欧洲有很多的地方是这个样子，只要一到了假日哦，哇，它整个城镇好像呢，整个康荡下来一样哈，规也拢静下来啊，所以也许你会感觉到这里不是那么热闹哦，但是呢，喜欢那种幽静小镇的人呢，来到这边就会觉得很特别。这里800年来的修道院，前面这个修道院呢，院长一直都是女生。1794年呢，这个时候才被法军侵略而废村，重建了呢，怕被侵略而全村呢弄擦成白色的，因此成为了白色小镇。还有一个说法是，修道院以前是千金小姐新娘的养成院呢。千金小姐以前被做新娘的时候，一定来修道院呢。上流社会的小姐嘛，上来这个时候在学习社交礼仪。是一家趣味的所在，这条街啊，原本是上老代的街啊，但是今仔拄到假日哦，所以有当下欧洲有这样的所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假日哦，规个街啊路顶管拢无人，像喏欧洲的人是安尼吼，假日无咧做工课啦，哦，真好命哦，工资又高，假日又不做工作，但是人家的生产力很强哦，这是重点了啊。如果你要做到说假日不工作，然后呢？又可以物质生活消费，人民生活水准都很高哦。那我告诉你，工作能力要很强啊。这个就像有时候我会谈到了，在台湾是一样的哈。我们要享有欧洲的这些文化，我们必须要先做到。你看哦，当你假日休假有没有？你假日休困哦，然后呢，你工资要提高，那代表什么？所有商品物品的成本都会提高，对吧？你就不可能再用那么廉价的方式去要求，因为什么？因为如果台湾要走向高工资的话，那就是人力最贵的，就跟欧洲一样，你所有的物价一定涨的啦。像那头家原本是开4万块，请4个人啊3个人，现在伊爱开8万块，请3个人，你想物资会不会涨价？会，因为它会贵在人工哦。所以如果台湾想要全面享有物资飙涨的那个薪资涨价的情况，你的物资也一定100%会涨价啊！这世界上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啊！就像我常在节目当中讲说，你想要没扣水，但是呢，你又想要呢，政府给你很多的设备，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世界上没有这种事啊！虽然很多人在于政府这些选举的时候。随便人家讲一讲就相信了，但事实上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我们现在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位于荷兰、比利时、德国相邻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叫做马垂斯克。这个是荷兰最古老的一个城市。一旦马斯河交通要塞繁荣，那今天来到这其实呢，也因为有一点阴雨天哦，所以拍摄的画面也来的没有那么多。这里当时签署了欧洲联盟条约，通称为马垂斯克条约，而大名鼎鼎。马垂斯克可以说是最不像荷兰的城市，铺满了中世纪时装的浪漫购物街道，令人忍不住看了一下哦。想到我讲的上无小港呢，因为你到荷兰的时候，你会发现荷兰新颖建筑特别多，像这种比较具有欧洲式的建筑呢，其实在荷兰是比较少见的哦。那西元前50年到西元4世纪的时候，罗马人曾经在这边建立了村落，马垂斯克的名字也来自于拉丁文，意思是跨越马斯河的地方。
由于马斯河具有重要的交通与军事地位，荷兰、西班牙、法国都曾经攻陷过马垂斯克。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这一趟也来了啊。当然，虽然有一点短暂因为各式各样的因素啦哈。有当下子的所在咱录音录了无盖者，有可能是气候的因素，有可能是人走得比较慢的因素，有可能很多原因赶路等等哦。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尽情的把这个地方呢拍摄得非常棒的话呢，那我们当然就会尽情的把它拍摄起来。我们现在一路上呢拉车拉到了这个地方是哪里呢？这个地方呢就是比利时了布鲁日。那比利时的布鲁日呢，我觉得是一个真的有机会你要来的地方太美了，太美了。我常常讲很多人他的梦想是环游世界，但是当你真的要环游世界的时候 ，Are you ready？ 你准备好了吗？你的心态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来到了布鲁日，看起来很像画，在布鲁日比利时的布鲁日拍下的照片，哇，真的很像风景。明信片一样，路走得多，拍的也多。Bruggen 布鲁日，英文、荷兰文念起来都很像。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地方，它跟荷兰、跟法国的交界，荷语、法语在这个地方也常常都听得到。比利时其实呢，把这个国家切成上半部跟下半部，它的下半部呢，有很多的地方是法语区。所以呢，在比利时的下半部，它的法语是它的官方语言，它源自于荷语。比利时北方就是荷兰，所以呢，北方讲荷兰语比较多。所以呢，咱来到这的所在，有时候就会看到的比较明显的法语区跟荷语区。
漫步在布鲁日的街道。我们现在前往世纪广场啊，布鲁日它非常出名的比利时巧克力在这边也看得到。欧洲好像很多都市巧克力都很有名但是到底哪一个有名呢？每一个国家都说自己的是最有名的啦每一个人都说因到家己的上有名无论如何你感觉上好的你就该买回去；你感觉趣味的好吃的你就该买回去比利时距离它的首都呢，大概1个多小时的车程。中古世纪是一个像我们还刚靠城市石板街道、哥德式的建筑，清晰的刻画着布鲁日它繁华极盛的一时。石桥跟马车穿梭在童话般的建筑群当中，这个依河道而建的水上都市，也被很多的人称为叫做北方的威尼斯。那其实往年呢，我们一直在推展的都是什么荷兰、荷比法、瑞意荷兰、比利时、法国、瑞士、意大利但是呢，经过几年来的推展，发现呢，这样子的行程走起来非常非常非常的赶所以这归档来我们开始把整个行程略作修改改成了不一样的多国之旅在我们的欧洲行程上面呢，说实话多国之旅还是比较受欢迎的。虽然我常喜欢定点之旅但是多国之旅往往还是比较受欢迎的那这边呢，可以看得到葡萄园、皇家贝居安会院切入的古城布鲁日整排看得到的是白墙红瓦建筑。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世纪的广场这一次呢，我们来到了布鲁日的时间呢，是从以前到现在我一直来过布鲁日最长的一个时间待的时间最久。世纪广场位于比利时布鲁日的旧城的中心，这个广场周围包含了象征自治的布鲁日钟楼跟布鲁日市政厅当然，咱来讲起布鲁日的钟楼跟市政厅那市政厅周围有一排外观建筑很迷人看起来歪歪叉叉的商家。这个收材呢，据说食物品质完全呢，是各式各样特色的食物在这边都可以买得到。那以前包括这种三形墙，这东西以前古早的厝起来，但是呢，后来经过精修啦。但这个时候在买车逛遍了这个古老的城市，到处都可以看得到那个马车在地上嘎嘎嘎的声音听起来就特别的愉悦非常的开心。这个时候在会使看到真侪都踮遮露天座位呢，点秘鲁，踮遮啉咖啡。咱今仔呢，要来吃的是但布鲁日广场、布鲁日市集可以吃到的一道菜，叫做什么？比利时的蛋菜比利时蛋菜，什么叫做比利时蛋菜？其实很简单，就是海鲜因为比利时挖港口尤其是布鲁日个挖港口所以这里说在海产真有名。它的蛋菜呢，就是每个人一点，好像9孔类的。因为蛋菜加薯条一般你在其他的餐厅呢，这么特别的组合你也不会点你也不容易吃得到那薯条这种物件是出国来欧洲的吃普通时阵呢，在家里面的细人嘛，无懵过对吧这少年那里吃的物件呢。来我们在世纪广场用完这个蛋菜我们就走到外面来继续看这个两旁边全部都是三形墙，非常美丽的建筑哇，真的很美布鲁日这个中古世纪的街道，您一定要来看一次
不如日会使讲对下早到暗时拢真侪人伊这餐厅包括暗时下早时真侪人日光浴啦到暗时的时阵呢，真侪人来加这个淡菜所以不如日如果你在行程上安排的很棒的时候呢，我告诉你，你就是可以在不如日好好的享受不如日带给你的美丽风情所以每一次来不如日呢，因为有时候行程排得太紧密了那使得当然了，有时候这样子的行程也是市场上有群众嘛摆落了不一定会再把所谓的景点呢，像这一趟的不如日走得那么的畅快所以这一趟我才会说呢，是我们这一趟在不如日待过，我个人待过最久的一段时间不如日的旧城区呢，之所以能够呢集中保存呢，其实很多的集中保存点呢，都是经过整修的啦整修过的来到这边走起路来非常的舒服，可以在这边呢看到很多的这一种中古世纪的建筑跟那一种感觉，所以在不如日呢尤其是它的这些很多的红砖墙木门钉钉啦钉钉东西而且呢到民家会使看到真特殊的就是人家现在还加一店家拢用这个插座的门这若到台湾你要装4-5个色够可能啦大物件拢强了了但是不如日这边还可以这个澳洲呢，你说欧洲的治安乱还是不乱呢？我告诉你有它乱的地方，也有它不乱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别有时候忽然间听到这个地方爆了什么暴动就说这个地方永远都不能来我常常听到很多的客人都会这样说，哇，听讲遐做恐怖的，我跟你讲，那台湾如果发生一件凶杀案，不就台湾这个国家不能来这不是这样子的每个地方都会有好代志跟歹代志发生不代表讲这个所在袂使来起啦了解不以讹传讹很可怕我们这一趟呢也是比较少见的这一趟我们安排了不如日的乘船之旅典型的中世纪的古城刚刚从陆地上走，现在呢在坐这个运河船开始呢游览这个不如日你可以选择单车，你可以选择马车，你可以选择观光巴士，我们选择了2种最棒的方式。走路加坐船因为你没有走路但这个城市呢，你根本都无法度看你若讲较无法度行的人你得一开始当门口歇困就好无就坐船嘛是真快活啦但这内底呢，一定要慵懒的散步在这个中古世纪的街道上，你才会有办法感受到它浪漫的情怀我们从前面的世纪广场跟城堡广场行得来，一直到今嘛呢，那个水外围这一招这个周遭的游河呢，又可以看得到整个不如日的城市风情小桥啦这一些古城我真觉得，而且这个游船坐起来还蛮长的我觉得它比荷兰的玻璃底船还美，我觉得呢它比很多地方还要美因为你沿路上看到的就是这一些老城老街，所以每一年呢总是有300-400万以上的人来参观这一个不如日每年的观光人数是不如日居民的百几倍这个所在个10几万人但是每一当呢会使有过600万人来看这个城市，可见这个城市有多美以前住在不如日古城区，咱今嘛在咱古城区内底呢，较得1万人今嘛加上外围的区域10几万人你就知道这个所在吸引人来嘛是世界文化遗产。来家，你将会很强烈的感受到不如日的美与浪漫。这一个如果男女朋友来会忍不住让你想 kiss 的一个浪漫国度。你想浪漫吗？你想要浪漫，就要来不如日。
布鲁日的钟楼，大家有看到不？咱今天哈被背起来啊！布鲁日它可以看得到这么多的景点啊。有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这边也要排，那边也要排，但是呢，这路线不赶快哦。有时候天跟地哈，南跟北差异太大了哈。旅游路线呢，有时候在排的时候呢，不是说你想怎么排就怎么排啊。旅游路线呢，横跨的区域呢，其实非常非常的大哈。所以有时候这个就要特别的了解到旅游路线哈。布鲁日成为西欧贸易的大港，在12到13世纪，布鲁日因为有天然的运河通往荷兰的北海，所以呢，布鲁日呢就变成了当时非常有名的地方啊。爬上了这个300多阶的阶梯啊，哇，会忝哈，但是呢，不要紧啦哈，总是爱甲爬开来看卖啊，看这个楼顶的钟楼哇水啦。1、2战大战，布鲁日躲过了大战的袭击，城市内的中古世纪呢，真侪拢保留落来。2000年的时阵，这个所在被登录为世界遗产，现在吸引了真侪观光客来到这，变成比利时上界热门的观光城市。甲其他欧洲的观光小镇相共，布鲁日下早客满游客、人客啊，这个所在因为拢上热闹的哦，所以呢，千万唔通来到这讲这人哪遐济哦，卖乱啊！你要来看，大家嘛要来看哈。有时候最常遇到的就是真侪人客讲哦，这个时阵人伤济啦，跟你讲，不关系的人就济啦哈。来，那咱今晚就行起来上顶观面吼。对这个钟楼顶观，你就会使看到规个布鲁日的城区的景色，了解无？哦，这就是会使了解到哈。那他们这个1240年钟楼高83公尺，上早撒来坑博物甲市政府档案的所在，同时也象征了城市的强盛。最初建成的钟楼比现在还要高，但是经历过2次的大火之后，决定不再重建，仅保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钟楼爬起来了，嘛是看布鲁日上好的所在，爱爬360站的楼梯，你才会使看到这美丽的景色哦。爬起来爱另外付费啦，但是呢，会使试看买哈，会使试试看自己的脚力，尤其是也可以上来看看，你看这些钟楼内部的结构构造哈，那就知道为什么欧洲的手表很有名了哈。你看他们多年以前就懂得用这一些哈钟摆啦机械结构呢，去创造出这样子的钟楼，非常美。而且这种钟楼以前都用来报时敲钟之用，让全镇的人、全城的人都能够听得到。
现在来到了荷兰最2个知名的风车景点，一个就是桑斯汉斯那里啊，另外一个在97年被世界文化遗产列为重点地方的小孩堤防，就是世界文化遗产喽。那走进来看看吧，这个地方小孩堤防不是提防小孩啊，小孩堤防。这个地方风车步道，你看得到风车呢？当然呢，它不是整片非常密集的，但是一整条长长的步道，可以沿路这样就看过去。小孩堤防的范围呢，非常的大，要看完所有的风车呢，你要花一段时间下来走路。所以真侪外国啊来到这时呢，选择是骑脚踏车啊，个坐船啊，那坐船啊较麻烦啦，因为这运的真细哈，这规路看过来了，过来架风车的家哈。但是呢，这个风车呢，以前呢，这些风车是用来磨谷物啊，磨小麦、稻子啊，做出来呢，用这个风的动力呢，来去推动磨墨的方式。现在当然呢，已经不一样了哈，在这个河道在冬天是不会结冰的哈，偶尔才会结冰啦，不是长期那种硬是会结冰的哈。所以在这个地方，通常冬天的时候会比较冷啊，因为这个地方很靠近海边哦，风真透啊。这个像有的人会感觉讲去冰岛，当天该做寒。其实我们不要以为越北边的地方，它一定100%就越来越冷了。因为有当下看北边的所在呢，我觉得问题的是哦，它有时候这个国家的气候呢，会受到这个暖流的影响了。这个国家反而在冬天没有来的想象当中那么冷，就像冰岛一样哦。不要看到这2个字就认为这里是冰天雪地。那有的地方呢，其实冬天看起来没什么，它反而特别冷，因为有烤风哦。1421年大洪水的地方，在这里呢有一个睡在摇篮的婴孩啊，漂流到这个地方，大家呢就把这个地方称为叫做小孩堤防。据说，而小孩堤防最早有风车的记录，大概是在15世纪的时候。今嘛老的啦，风车都是在17世纪1738到1761年之间所建立起来的。现在这些堤防呢，当然留下了几个还可以参观内部的地方，大部分的风车呢已经变成了纯粹观赏用的啦，纯粹观赏用的，真正还拿来磨麦的没有了，没几个。整个小孩堤防呢，总共有19座的风车，那第8跟第11座的风车呢，是可以让我们进去看看的哈。那当然了，你要家己入去呢，但这个风车头前都里面门票哈，你都会在行里面来底啊。这个风车里面呢，无盖大，但是呢，五脏俱全呢。以前呢，荷兰人靠的这些风车呢，做出非常多的燕麦食品啊，靠的都是这些风力推动的风车啊。风车到现在还是具有功能啊，只是跟以前不太一样了。现在参观价值呢是比较大一点的。我们这一趟也是最特别的地方呢，除了走向荷兰几个我们比较少来的景点之外呢，咱今嘛要行去荷兰的另外一个城市叫做鹿特丹哦。来，这一个鹿特丹呢，我个人本身是还蛮喜欢的哦。这整个城市的建筑呢，不是古老建筑，是现代建筑的露天博物馆一样，非常的美。